白仙子，别来无恙。你北寒风，你隐藏了修为。北师兄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皇师弟，何事如此慌张？黑煞宗是黑煞宗，他们正在攻击我们的大阵，大阵快要破了！黑煞宗真的打上门了！我道是谁？原来是黄风谷的白仙子。没想到，在七玄坊市危殆之际，现身救援的竟会是当年引我进入仙门的白芷。同是炼气大圆满，我自不惧白芷，但他身为大宗门弟子，身上的手段定然不少，想要速战速决，恐怕已不易。李健，你们黑煞宗的爪子伸得太长了。怕你不成？地脉灵碎，休想！到手了，老子不陪你们玩了。留下玉飞。两人经过一场大战，灵力损耗肯定巨大，且各有损伤。以我目前的修为，御剑绝对可追上。最主要的是那地脉灵髓，有希望逆转枯萎的天灵根。地脉灵髓，我志在必得。白芷，你追得这么紧，是舍不得老子吗？这玉魔正好拿来给老子补补，待会儿再好好疼你。找死！看你还能撑几时！地脉灵髓就在里面。
这个我亲手从凡尘带入宗门，被认为仙路已断，行将究卯的百岁老人，竟站在这里，用炼气7层境界才可以发动的御剑术，杀死了一位炼气大圆满修士。白仙子，别来无恙。你北寒风，你隐藏了修为。机缘巧合，偶有所得，不敢声张。偶有所得，从一个气血枯败、经脉堵塞、被判定仙路已断的百岁老朽，到如今续习至少炼气7层的修士，这岂是偶有所得4字可以轻描淡写接过？地脉灵髓，此物乃宗门所需，关乎重大。你，此物于老朽而言，亦是救命之物。仙子应当明白，我天天灵根若无此物洗炼，终是镜花水月，仙路断绝。想要他交出灵髓，已绝无可能。更何况，他刚刚还救了自己一命。今日之事，我会禀明宗门。李健乃我拼命所杀，至于地脉灵髓，就说在激战中不慎毁去。仙子大恩，北寒风敏感五内。白仙子，你伤势？多谢北师弟出手相救。仙子言重了，分内之事。白仙子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带你离开仙。得罪了仙子，莫动。你伤势太重，乱动会加重。暂在此处歇息。仙子，你先服在回春丹调息一下。北师弟，你是否该给我，也给宗门一个正面解释？仙子想问什么？你的修为从何而来？我引你入宗门时，你气血枯酸，经脉萎缩，寿元不足1年。按常理，绝无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修炼至炼气后期。仙途机缘各有造化，老朽在废丹院中偶得一些未曾完全失效的丹药，
借此艰难修行，侥幸有所精进。丹药是真的，但侥幸二字却掩盖了红皮葫芦最大的秘密。未曾完全失效的丹药，废丹院那些丹药我并非不知，大都灵气尽失，偶有漏网之鱼，也绝无可能支撑如此快速的修炼。修仙界中，谁没有几分秘密？就像他所说的，仙途机缘各有造化。既是你仙缘，我便不再过问。今天若非你救命，我恐怕……谢谢你，北师弟。仙子言重了。当年若非您引我入道，老朽早已化作一抔黄土。只是仙子，老朽年事已高，资质愚钝，此番笃增修为，恐招来无端祸事。老朽的修为，仙子可否帮保密一二？百岁蹉跎方得一线仙缘，确属不易。你且宽心，此事出你之口，入我之耳，绝不令第三人知晓。但你也需谨记，宗门法度不可违。老朽明白，多谢仙子。百年岁月，我自认心若寒潭，再无微澜。可此刻望着这仙子，一股久违的悸动竟再从心底滋生。北师弟，仙子，你的伤势已无大碍，回去静养一段时日便可。闭脉灵虽既已在你手，便尽早服用吧。此物灵气磅礴，洗炼灵根时动静不小，我为你护法。有劳仙子。能活归来，已是万幸。如何？灵髓确有效果，枯萎的灵根活了，但距离真正的天灵根相差甚远。如今大概相当于下品灵根的资质。能活回来便是造化。下品灵根，勤勉修行，亦有筑基之望，总好过彻底断绝道途。仙子所言极是，老朽已知足，能恢复最好，不能恢复又如何？我有红皮葫芦在手，只要丹药不缺，修行速度绝对比真正的天灵根还快。七玄坊事遭此一劫，你的驻守任务已无法继续。我会向宗门要求重新安排人处理事后，你就随我一同回宗门吧。全凭仙子安排。
北师弟，仙子，如今你已恢复部分灵根，算是真正踏上了修行路。你可有何打算？若你想换个清净些，或者略有些资源供给的去处，我可代为周旋一二。换个去处。废丹院于我而言，最大的价值便是那取之不尽的废丹。但废丹院里基本都是炼气期用的低阶丹药，后续修为高了，那些低阶丹药根本无法用，长期困守一地也绝非长久之计。我需要一个新的，既能获取资源，又能合理掩盖修为提升和丹药来源的地方。多谢仙子关怀，老朽却有一不情之请。但说无妨。老朽年迈，自知修行艰难，若想在这仙途上多走几步，或许须得一技傍身。老朽听闻宗门丹殿常年招收处理药材，看管丹炉的杂役，甚至偶有开设丹道讲座。老朽斗胆恳请仙子相助，让老朽得以进入丹殿。进入丹殿，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触各种丹药，更能学习炼丹知识。未来自己动手炼丹，再经由葫芦提升，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职业。丹殿确实常年需要人手，以你内蒙弟子的身份，调任过去做个负责处理废丹、清洁丹炉的执事弟子，应无问题。至于能否学到真本事，便看你自身的造化了。如此已是天大的恩情，多谢仙子成全。我会与丹殿执事打招呼，你且先回废丹院收拾一下，明日便去丹殿报道吧。是。丹殿那里不是执司之地，而是一座等待我挖掘的金山银山。北寒风，你就是白师姐推荐进丹殿的那个百岁天灵根？是。
去东侧第3偏殿报道，负责处理清心草的淬炼。记住，丹殿重地，规矩森严，莫要行差踏错，否则严惩不贷。谢师兄。就是他，传说中的天灵根，100岁了才炼气2层，他不是假的天灵根吧？这么大年纪还来学炼丹，灵力操控跟得上吗？神识够用吗？简直是浪费资源。每日去淬炼3筐清心草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是莫真人莫大师，莫大师可是能炼制凝丹丹的3阶丹师。是。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是来挑选学徒的？机会来了，若能得莫大师看中，收为弟子，那可就一步登天了。大家都打起精神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墨大师，弟子北寒风。北寒风，你是那个100岁天灵根？是。你觉得炼丹之道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天赋、灵力操控、神识强度、3方知识。回墨大师，弟子以为是心。细说。心静则火稳，心专则药纯，心诚则丹成。百草有性，丹火有灵，造尽、功力、畏惧、自得，皆会应于丹中。弟子年迈，或许天赋不足，灵力不济，唯余一点耐心和平常心。明日辰时到地火院甲字7号丹房报道。
地火院甲字7号丹房，想必那里应该有很多高阶丹药吧。关门。过来。弟子北寒风前来报道。可知我为何选你？弟子愚钝，还请大师明示。昨日殿中那些小子，个个灵气充沛，手法熟练，但他们淬炼的青心草之液，杂质犹存3分，火气过旺1分。唯独你那碗，杂质去尽，药性平和，火气全无。这不是手法问题，是心性问题。他们急于求成，卖弄技巧，灵力操控再精妙，心不静，则力不纯。你不同，你有着历经世事沉淀下来的耐心与定力。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份耐心和定力。弟子定不负大师期望。期望，先别急着表态。从今日起，就是熟悉这里所有药材的药性，清理丹炉残渣，观摩我炼丹过程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私自引弄地火，明白吗？是。弟子明白，这正合我意。近距离观察一位炼丹大师操作，比任何理论都来得宝贵。在没有可以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实力前，狗才是王道。莫大师，宗门近期有一批内门弟子准备尝试筑基，奉长老之命，特送来3份筑基丹材料，恳请大师开炉炼丹。放这儿吧，3日后过来取丹。有劳大师。今日炼制筑基丹，你一旁观看，能悟多少，看你造化。筑基丹，这可是炼气修士叩开筑基境之门的关键灵丹。是，大师。
看好了，投药顺序、火候变化、时机把握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药力冲突未能完美融合，这炉丹全废了。你可看出问题所在？可是，在紫侯花与玉髓之药力融合时，地火稍旺了半息，导致紫侯花药性过于活跃，打破了平衡。不错，观察的还算仔细。正是那半息之差，炼丹之道，失之毫厘，便前功尽弃。此丹虽形似，但因药力冲突，杂质未除尽，蕴含丹毒，已是废丹。清理了吧。是。我再炼一炉，你且看好，方才失误之处，我如何规避？炼丹非一日之功，需多看、多练、多思。今日你收获怎样？弟子今日收获巨大，我确实收获巨大，不仅目睹了炼制筑基丹全部过程，还获得了3颗对别人是废丹，但对我却是3颗极品筑基丹的丹药。今日便到此，将这里收拾干净。加上今天的3枚筑基废丹，筑基废丹也积攒的不少了。是否可试试以炼气9层的境界服用1枚极品筑基丹？3颗废丹得自今日莫大师炼丹失败，其余6颗来自废丹院旧堆，每一颗都色泽暗淡，布满裂痕，灵气全无。在任何人眼中，这9颗筑基丹都是毫无价值的废物，但在我这里，这是9颗极品筑基丹，是可以让炼气境通往筑基境的天梯台阶。炼气9层距离炼气大圆满尚有一段距离，按常理，此刻服用筑基丹无疑是暴殄天物，甚至可能因无法承受磅礴药力而损伤道根。但那是针对寻常筑基丹，极品筑基丹毫无丹毒，药力精纯温和，或许能行。我不想等了，筑基增寿，掌握自身命运，这渴望压抑太久了。红皮葫芦在手，若还按部就班，这先修的有何意义？不过服用极品筑基丹时，其散逸的灵气绝对会引发不可控的动静，所以必须先离宗门。大师，
弟子入门前，在凡俗尚有一孙，近日心绪不宁，控其有患，想告假一段时间回乡探望，以全血脉之念，求大师成全。准你数月假期，速去速回，莫要耽误了丹道修行。谢大师。此谷四面环山，植被茂密，入口隐蔽，正是理想的闭关之地。还需2日才转化完成。我要以最好的状态应对2日后的未知。极品筑基丹的出世，动静竟如此之大。幸亏之前有先见之明，告假出了宗门，找一个无人地，如在丹殿内，那引发的后果无法想象。极品筑基丹，怎么回事？灵气怎么突然增加了？值了！道基夯实，他日冲击筑基，瓶颈必将减弱大半，甚至可能不需要筑基丹也可筑基成功。山谷之外，正有几道修士气息朝
朝着我这边急速逼近。刚才那股灵气biến动精纯异常，定是从这附近传出的。仔细搜，这荒山野岭，若是得了什么机缘，何该我等走运？来者不善。竟然是他们！王同元，黄风谷内门弟子，炼气7层。2年多前曾在废丹院折入北寒风，二人皆为炼气4层，曾随王同元去废丹院耀武扬威。赵明炼气5层，当初也曾进步过北寒风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。我本想着日后怎么寻机了结恩怨，没想今日在这荒山野亭，对方竟自己送上了门。给我仔细找，定是有什么宝物出世，或是哪个蠢货在此服用了高阶灵丹，未能完全吸收，散溢了药力，何该便宜了我们？王师兄，灵气流动好像是从那块巨石后面传来的。藏头露尾，里面的朋友得了什么好处？见者有份，不出来分享一下吗？2年多前那一脚之辱，那肆意践踏我视为未来资粮的废丹之恨，我从未忘却。只是当时形势不对，不得不忍。如今看来，可以提前了结因果了。炼气9层，你是谁？王师兄，别来无恙。废丹院一别，看来你都把老朽忘了。是你，废丹院的那个老废物！不可能，你明明只是个炼气1层、寿元无多的老废物，是吗？老废物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族叔可是宗门执事，筑基期修士，你敢动我，他绝不会放过你！筑基期，好大的靠山，可惜这里是荒郊野岭，杀了你们，谁知道是老朽做的？跑得了吗？灵剑诀，分光！御剑术，清风，去！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族叔是宗门筑基期的执事。正是长春宫炼气期后续的筑基篇。宗门之前传授我的长春宫只有炼气部分，
如想要筑基篇，需自身达到了炼气大圆满，才可去藏经阁申请。我本还烦恼，如到炼气大圆满后，以我这种不能暴露自身真实修为的情况，怎么才能取得长春宫后续的筑基篇？如今倒是省下了这烦恼。这是一种高阶修士施加在亲近后辈身上的秘法，一旦后辈被杀，印记便会自动转移到凶手身上。只要杀人者在一定的范围内，便可让施术者感应定位。这下麻烦了，宗门看来是暂时不能回了。好在我现已有长春宫筑基篇，不愁后续功法，加上红皮葫芦内的8颗极品筑基丹，以及储物袋里的大量炼气废丹，筑基无问题。宗门，待我筑基归来之日再会吧。怎么回事？王师叔为何如此震怒？刚才好像是在喊元儿，难道是王统元师兄出事了？找到你了！无论你是谁，上天入地，我必将你抽魂炼魄，挫骨扬灰！必须尽快摆脱这追踪印记，或者找个地方躲起，否则一旦被那王同元族叔发现追来，来了，这么快！捕贼，收手！果真能隔绝神识。小杂种，手
会找地方。小贼，你以为躲进这里就能活命？老夫便在此守着你。这藏谷荒域有进无出，我看你能在里面撑多久？待你灵力耗尽，或者被里面的东西撕碎，老夫再来给你收尸。石魁，你最好是真的在外面守着，等我筑基出去。必须尽快恢复状态，提升实力。中品灵石，铁虎头蜂。
成年单支，可独自抗衡筑基初期修士。若成规模，金丹修士见了也要退避三舍，堪称移动灾难。但其成长削弱海量剑术法器、灵气，培养成本高昂到令人绝望，寻常修士根本负担不起，故早已近乎决绝。好家伙，这李健的身家果然丰厚的吓人。丹药品质多为中下品，但种类齐全，疗伤、回气、解毒皆有。资源便是修仙的底气。筑基篇远比炼气篇深奥。开篇详写气态灵力压缩、提纯原理与诀窍，其间涉及诸多关窍与凶险。炼气10层，距离12层大圆满还剩2层。王丽，你最好真有那份耐心，一直在外面等着，待我从此地走出之时，新仇旧怨一并了结。袋中尚有几百颗炼气废丹，若全部经红皮葫芦转化完，就是几百颗极品炼气丹。如在此地闭关，借助丹药之力，2到5年内修到炼气12层大圆满，再服用极品筑基丹冲击筑基，并非奢望。但2到5年。以王丽那老匹夫的性格，他可能真的会在外围守这么几年。筑基修士寿元200多载，几年光阴于他而言不过弹指，可对我却是悬在头顶的利剑。
谁知道这藏古荒域深处是否会突然发生什么危险？又或者王丽这几年会不会通过什么特殊手段强行闯入？不能这么干等。3只养不起，但若1只呢？就是你了。这是王同源一名跟班的飞剑。霸道的吞噬之力，这些都是从王同源、赵明以及沿途劫修身上得来的，对我目前除了卖钱无多大作用，现在正好用来喂养噬铁铜头蜂。我与他之间的联系，随着他不断吞噬成长，正在逐渐加强。虽还无法如臂使指，但已能模糊感知到他简单的情绪、饥饿、满足，以及一种本能的凶戾。还不够。一件的上品法器骨盾，表面看起来像是以骨头炼制而成，实际也是某一种珍贵金属，只不过做成了骨头形状。骨盾毕竟属于上品法器，相比于下品法器，硬度更是强上很多。成了，这只噬铁虎头蜂已从幼体正式踏入成长初期，其实力现月末相当于炼气8、9层的修士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段时间的吞噬培养，我与蜂虫之间的心神联系已稳固无比，竟能共享感知。这噬铁虎头蜂不仅战力强悍，竟还有此等辅助之能。探查洞外方圆100丈，最强者气息约莫炼气9层。
有此风相助，在这荒墟之中，便多了3分把握。不过眼下资源已消耗大半，剩余的金属灵材根本无法支撑噬铁虎头蜂养到成年。若想将其培养至可以和筑基初期修士抗衡的成年期，还需更多、更高品质的金铁之物。藏古荒墟或许有噬铁虎头蜂需要的金属。血纹钢，血纹钢炼制火属性法器的上佳材料，断剑腐蚀程度显示，至少在荒墟中埋藏数十年。完整的中品灵器。不好！炼气12层大圆满。这边，快！
300年了，终于有人来了。不必紧张，老夫只剩一缕残魂附着于这筋骨上，撑不了多久的。你是谁？老夫生前乃金丹剑修，道号清明。300年前，为寻金金之源，进入这藏古荒墟，遭数头3阶妖物围攻，陨落于此。前辈现身，所为何事？小友既能到此，便是有缘。老夫这缕残魂即将消散，有一事相求。前辈请讲。将我筋骨带出藏古荒墟，送往东海玄剑门，交予当代掌门，并帮告知清明愧对师门6字。作为交换，老夫身前这把下品宝器清明剑，你可拿走。另再把我直至金丹剑诀传于你，但需你立下心魔大誓。我如何信？此为清明剑诀前3层，可修至筑基大圆满。你先看，再决定。若我立誓得你剑诀后，你会如何？残魂消散。天道在上，心魔为证。吾北寒风立誓，吾若接了清明真人功法传承，必将其骨骸送于东海玄剑门，面告掌门清明愧对师门6字。如违此事，道基崩毁，神魂俱灭。好，小友，请记住你的誓言。清明剑诀全部7层，清明真人300年剑道武术为上完。原来如此。不急，先找阴髓铁矿。
阴髓铁。要进阶了！若再唤醒2只噬铁虎头蜂，那到时成了。3只筑基期的噬铁虎头蜂，若是培养出来，在这藏古荒域中，我就算有了一点自保之力，甚至直接反杀藏古荒剧外面的王吏。去洞口守着。他竟在反抗人中。多谢。
剩余晶石虽然还有不少，但按照这个消耗速度，恐怕已不足以支撑2只虎头蜂都突破至筑基期。整整2天后，银枪被消化1/3。我要尽快突破至炼气11层。第20年，要进阶了。筑基期，先祭炼一下清明剑。好剑，虽因我修为所限，目前无法全部发挥出清明剑的威能，但仅凭其本身材质与锋锐，已远超任何法器。是时候离开了。有东西正在靠近矿洞，引力准备战斗。是一具尸鬼，但与之前所见的尸鬼略不同。筑基初期，不是接近筑基中期的筑基初期顶峰。心跳几乎全无。
好硬的防御，封路，伺机偷袭，就是现在，攻他关节骨库。这尸魁动作虽猛，但转身迟缓，巨斧沉重，每次挥劈都有片刻僵直。就是现在，灵剑诀分光，这是基础灵剑诀中威力最大的一式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加上清明剑的威力，3道剑光，每一道都堪比炼气大圆满，甚至半部筑基期的全力一击，足够了。攻他眼眶魂火！清明剑，再斩！走了。清明剑不愧为金丹真人用的法宝，即便我只是炼气期，全力拼命催发出的剑气也能破开筑基尸龟的防御。只是那尸魁为何突然退走？是因为清明剑让他忌惮，还是觉得敌不过3只噬铁虎头蜂？不是畏惧，更像是确认。藏古荒墟曾是古魁宗遗址，清明真人300年前被数头3阶妖物围攻陨落于此。难道这尸魁认得清明剑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这荒墟中恐怕还有很多与当年古为宗相关的存在。不是尸魁的后生，不止一个。10具、20具、30具，全是尸魁。3具尸鬼全是筑基期，如今洞口被堵，往洞外冲绝是死路一条，只能退回矿洞另想他法。不能硬拼。不管了，只能赌一把。拦住他们！
完了！虽不知原因，但这是唯一生路。元婴镜，这是在供养。莫非这9具棺椁中封印的，都是古魁宗炼制的强大魁物？而中央那人是在借助他们维持生机。3000年了，终于等到一具活着的肉身。前辈，晚辈误入此地，这就离开。离开？3000年了，老夫等了整整3000年，才等到一具勉强能用活着的肉身。你让老夫放你走？不要挣扎了。武灵105，修为却只有炼气11层，寿元不多，真是具糟糕的肉身。还好，你这具身体有株枯萎的天灵根，算是弥补了一些不足。前辈，不要说话，你这具身体里好像还有点东西。
让本座看看。这是先天之物，不，气息不对，像是残破的，但材质非金非玉，似木非木，内部好像有禁制，还有自我修复的宝物。好，看来本座今日不仅要得一具肉身，还要得一件至宝。3000年苟延残喘，今日终于等到脱困之时。小辈，能成为本座重临世界的肉身，是你的造化。要结束了吗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放开本座！本座乃古鬼宗第3太上长老，元婴中期修士鬼3000，你怎敢？之前融入的玉结和金属碎片已消失不见，想来是吸收完了。这跟我穿越来的葫芦，我一直以为应该只有转废丹为极品丹功能，没想到在吸收了玉结和金属碎片，修补了一处后，今日竟生生吞了一个元婴。你储物戒，元婴修士带的储物戒。储物戒，空间储物器，品阶高于储物袋，最低等储物戒的内部空间也比最好的储物袋大上10几倍。吾宗以鬼入道，炼鬼养神，神鬼相合，可窥长生。
看来这些棺椁内的存在，其力量源头便是中央那元婴老怪。老怪元婴被葫芦吞噬，他们也失去了维系，重新陷入沉眠。此次险死还生，全赖这葫芦。葫芦吸收了玉珏和金属碎片，修补了一处残缺，今日便能吞噬元婴。若继续寻找合适之物修补，是否还能觉醒其他威能？这灵水应是那鬼3000元婴所化。这些棺椁、锁链，还有那9根青铜柱，恐怕都不是凡物。能被一个元婴老贵用来做载体的材料，定然非凡。尤其是这铜柱，灵力内蕴，绝非一般器材，绝不能浪费。去，全部啃食完。3只筑基中期的噬铁虎头蜂，若是配合得当，恐怕已足以正面诛杀筑基中期巅峰修士，甚至硬汉筑基后期修士。元婴修士的肉身，说不定以后用得到。这次我带着3只筑基中期的噬铁虎头蜂，不知外面的尸魁是否还在。放在之前只能暂避锋芒，但现在速战速决。
这些材料或许日后有用。这是少数尸魁会在体内凝结出阴煞晶核，此物蕴含阴七气，对修炼魔道人是至宝，对普通修士则是剧毒。你想吃这个？噬铁虎头蜂以金属灵材为食，这是我知道的。但这阴煞晶核并非金属。要蜕变了，不能在这里等它蜕变，脏骨荒穴太危险了。才进数十日，就有一个差点要了我命的元婴老贵。谁知道这废墟深处还有没有其他更恐怖的存在？当务之急是先离开。若你出计，无当实境，也撑不过实戏。快到荒墟边缘了。活人，这尸鬼有灵智。活人的气息，多久没闻到了？筑基中期顶峰，甚至已触及后期门槛。更麻烦的是，这具尸魁的气息与先前所遇的截然不同，少了几分死物的僵滞，多了几分修士的灵动。3只小虫子倒是稀罕。筑基中期的虫子有点意思。下品宝器，可惜了剑，用剑的人太弱了，太弱了。不能再这样下去。阴功秘术，不对，这是……
一剑几乎抽干了我丹田最后的灵力。丹阁历经3000年，大部分丹药可能已失效化为废丹，但这些对我不影响。只要还是成型的丹药，通过红皮葫芦的转化，都可以成为极品灵丹。像炼气丹之类的低阶丹药我已不缺，但若是一些高阶丹药呢？比如凝晶丹、素英丹，我现在缺的就是筑基之后的高阶丹药。如果丹阁有很多高阶丹药，那对我之后的修行路绝对是一大帮助。但丹阁的风险必然极大，去还是不去？去！修行之路本就是向死求生，如畏首畏尾，还修什么修仙？有禁制，3000年岁月侵蚀，竟还有禁制在运转。看来这丹阁不简单。从灵力波动判断，这禁制至少是金丹级别。只是岁月侵蚀，威力已实不存一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硬闯肯定不行。侧面有处破损窗户，禁制好像在此处已消。1层是宽阔厅堂，正中立着一座丹炉，炉身布满灰尘，四周靠墙立着许多木架，大多已腐朽倒塌，地上散落着碎裂的玉瓶、陶罾。2层则是数个隔间，门户紧闭，似是丹房或储药间。3层则因视角所限看不清楚。活人的眼睛，藏古荒墟这种绝地，怎么会有活人存在？是铁虎头蜂，还是筑基期？100年没动，这副身子又退化了。100年，小友既然来了，何不进来一叙？他知道我在外面。
既已被发现，再藏已无意义。禁制已解，进来吧。炼气11层，却有3只筑基期的噬铁土头蜂，还有下品宝器，有意思。老夫古鬼宗守丹人墨尘，小友怎么称呼？北寒风。北寒风，一个炼气期能活着走到这里，你的能耐不小啊！小友来丹阁是想找丹药吧？是。那你来对了，丹阁3层存有着古鬼宗几乎所有丹药，可惜宗门覆灭时，丹阁禁制全开，所有丹药都被封入万药灵匣。灵匣能保丹药药力不散，但也设了自毁禁制。若强行破开，匣内丹药会瞬间化为灰烬。不过，老夫身为守丹人，知道开启灵匣的方法。前辈有何条件？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。老夫的条件很简单，待老夫离开藏古荒墟。以前辈的修为，自行离开应该不难吧？修为，你看老夫这副样子，还有什么修为？当年宗门覆灭，老夫为护丹阁，以秘法将自身与丹阁禁制相连，借禁制之力苟延残喘。这一守就是3000年，禁制之力日渐消散，老夫的生机也快耗尽了。如想活命，需离开荒墟，寻一处灵气之地。但又因与禁制相连，走不出丹阁半步。小友能走到这里，说明你有手段在荒墟中生存。只要你能带老夫出去，找到一处有灵气之地，作为交换，丹阁内所有丹药尽归小友。所有丹药？所有。包括3瓶凝金丹，2瓶素英丹。凝金丹筑基圆满冲击金丹的必备丹药，素英丹金丹圆满冲击元婴的至宝。这2种丹药放在外界任何一处，都足以引发腥风血雨。好，我带你出去。痛快。丹阁禁制的核心就在这尊云纹炉中，老夫与禁制相连，解开禁制需要时间，小友稍后片刻。不对，你身上有内卫的气息。见过第3太上长老，他死了，对不对？他的气息在你身上有残留。原来这老家伙刚才是在试探，是又如何？好，很好。小子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杀害的第3太上长老，但你有他残留的气息，那肯定和你脱不了干系。怎么，你想报仇？区区炼气，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！
小子，你真以为老夫油尽灯枯？3000年守丹，老夫早就将丹阁禁制之力炼入己身。这一拳躲不掉了。